这两天有条新闻看着特别小，但它正在悄悄扰动着全球资本市场。日本央行可能要加息了。如果光看数字啊，是一点都不吓人。市场预期日本央行可能把政策利率从0.75%抬升到1%，就25个基点，一丁点儿。但这件事儿真正要命的地方啊，根本不在这25个基点，而在于日本这个全球最后的超低利率大国，正在慢慢的走出那个钱很便宜的时代。更有意思的是，网友的评论一句比一句扎心。有人说，日本央行挑这个时候加息，说白了就是再苦一苦日本老百姓。也有人说，日本股市都涨麻了，日经指数蹭蹭往上涨，外资也在抢着买日本的资产。可是日本普通人呢，一边扛着高物价，一边扛着高房贷，中小企业借钱越来越贵。还有人说，日本央行就算加息，也救不了日元。这些评论啊，听着像发牢骚，像情绪，但是你可别小看了群众的眼光，他们背后呢藏着特别深刻的结构性的原因。今天我们就把日元加息这件事儿从头到尾给大家讲清楚。第一，日本央行为什么偏偏挑这个时候加息？第二，加息不是用来压制通胀的吗？怎么会说日本老百姓会更难了？第三，日本央行到底救不救得了日元？第四，日本股市会不会跌？美股会不会跟着跌？那么 A 股又怎么样？其实这一期讲的不只是一条日本的新闻，它背后呢是一个大得多的变化。全球便宜钱的时代正在退潮。咱们先来看看日本现在是个什么状态啊？看看我在黑板上写的这3个词：股市涨、日元弱、物价贵。这3个词呢放在一块儿，就是日本经济现在最尴尬的地方。先说股市，过去这几年日本股市的表现是真的猛。巴菲特跑去日本买日本商社，外资重新往日本配钱，企业治理改革又抬高了股东的回报，日元一贬值呢，还顺带利好了出口的企业。所以从资本市场这个角度看，日本好像一下子被全球资金给看见了。但是另外一边呢，日元是长期偏弱的，日元弱对出口企业是好事儿。你想呀，丰田、索尼，还有一大批日本制造业，钱都是在海外赚的，赚回了日元之后呢，账面利润立马变得好看了。但是对于普通家庭来说，日元弱就没有那么美妙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日本的很多能源、食品、原材料都得靠进口呀。日元弱，那他们相对进口的东西就贵了。进口能源贵了，老百姓的电费、燃气费就贵了。进口食品贵了，超市里的标签价格就得往上涨。进口的原材料贵了，企业的生产成本也跟着上涨，而最后这些成本都会一点一点的传导到每个普通人的日子当中。当然，日本不是那种恶性通胀啊，不是物价失控，他们也不是天天价格都猛涨。但是，一个几十年都不怎么涨价的社会，慢慢变成了一个生活成本持续高企的社会。这个体感的变化，对于日本人来说呢，是特别明显的，因为他们过去几十年都习惯的是低利率、低通胀，工资也不怎么涨。可是突然有一天，老百姓发现食品价格涨了，能源价格涨了，日元还弱着，那么老百姓的心里啊，就会有一个感觉，就是我的工资好像没涨几个钱，可是生活成本怎么越来越高了？所以你看啊，日本现在不是简单的经济好或者是经济差，它是资产价格在重新定价，但是普通人的生活成本也在重新定价。资产价格涨，让投资者兴奋；生活价格涨，让老百姓难受。这就是日本今天最大的反差。那么日本央行为什么非要在这个节骨眼上加息呢？它不是突然变得鹰了，也不是想学美联储。说白了，日本央行啊是在被3个现实硬推着往前走。第一个现实呢，日元太弱了。日元为什么弱？最核心的原因之一就是日美利差拉得太大。美国利率高，日本利率低，这种时候呢，全球资金就会去做一笔特别经典的交易，借便宜的日元换成美元，然后跑去买高收益的美元资产，比如说美债啦、美股啊，高收益的美债呀，甚至是一些风险资产。这就叫做日元套利交易。你想啊，只要日本的利率一直这么低，那么只要日元不大幅升值，这样的交易做起来特别舒服。所以日元长期就被压着。日本央行要是死活不加息呢，市场就会认定你日本还是那个低利率国家嘛，那么日元呢还能接着当融资货币来用。这样一来啊，日元贬值的压力只会更大。第二个现实呢是物价，把日本老百姓的经济体感给改变了。日本过去最怕的是什么呢？是通缩，东西不涨价，企业不涨价，老百姓的工资不涨，那么大家呢也压根儿不习惯物价往上走。可是现在不一样了，能源价格涨，食品价格涨，进口商品的价格都涨上来了。日元一弱，
又往上推了一把进口成本，这就让日本的央行特别尴尬。他要是还假装日本停留在通缩时代，那么市场就该怀疑他是不是已经落后于现实了。第三个原因呢，就是日本不可能永远在超低利率时代活着。过去这几十年，日本一直是全球低利率体系里最特殊的那个国家，零利率、负利率、收益率曲线控制，甚至日本央行长期买国债，连 ETF 都买。这一套组合拳，目的就是一个把日本从通缩的泥潭里硬拽出来。但是现在呢，工资、物价、汇率全都在变，日本央行没有办法停在过去了。所以这次加息呢，也不只是为了压通胀，也不只是为了救日元，它更像是一个信号，日本开始承认自己不能永远活在零利率的时代了。有人会说，加息不是好事吗？能压制通胀，让物价别涨得那么凶，那怎么还说苦了日本老百姓呢？这个咱们得讲透。加息确实能够压制通胀，但是它压通胀的办法不是让超市里的价格呢一夜之间唰的降下来，它靠的是让资金的成本变贵，让钱变贵，企业就会减少借钱，少扩张，少投资，家庭呢就会减少贷款，少消费，少买房，市场上的需求就降温了，那么经济活动就放慢了，物价上涨的劲儿会慢慢的被摁下去，所以加息是一副苦药。长期看，它也许能够把通胀压住，但是短期看呢，它会先让一大批人的现金流紧张起来。咱们可以在黑板上画这样的一个左右结构。那么你看这边是不加息会怎么样？日元会继续弱，进口商品会继续贵，能源、食品、原材料的价格呢继续压着居民消费。所以呢，不加息日本老百姓生活也是很苦的。咱们看这边呢是加息会怎么样？加息以后呢，贷款就变贵了，企业融资变贵了，老百姓的房贷压力上来了，中小企业的经营更加吃力了，就业和工资也可能会跟着承压。所以呢，加息对普通人来说，日子还是苦的。这就是日本央行最难办的地方了。它不是在一个好答案和坏答案之间做选择，它是在两个代价之间做选择。如果不加息呢，是被弱的日元和进口通胀慢慢的挤出；加息呢，是贷款成本和经济降温直接挤出。所以网友的那个评论再苦一苦日本老百姓，虽然有点情绪化，但是背后呢还是有一定道理的。因为货币政策调的从来都不是一个抽象的模型，而是每一个家庭、每一个企业实实在在的现金流。你看，有房贷的人，他的月供就可能会变贵；有消费贷的人，还款的压力会变大；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也会上升。而企业的成本一涨，要么老板少招人，要么少涨薪，要么裁员。总之这个压力还是会转到消费者身上。所以普通人感受到的经济体感，往往不是加息了，物价马上下降了，而是物价好像还没怎么明显下降，可是我的贷款和我的就业压力先来了。这就是为什么加息能够平抑通胀，但是短期会让老百姓的日子更难。接下来这个问题特别重要，日本加息，日元一定会升值吗？理论上来说呢，加息是利好日元的，日本的利率上去了，日元的资产更有吸引力了，借日元的成本也涨了。可是现实没有这么简单。你想如果日本只是从0.75%的利率加到1%，但是美国那边的利率还是高高的挂着，那么日美利差依然大得很呀。只要这个利差还在，日元的套利交易就不会立马消失。很多资金会想，日本不就加了25个基点呢？那又怎样？美国的收益率还是那么高，美元资产还是很香。只要日元不大涨，那么这个套利交易还是有的赚。所以呢，日本央行不是不想救日元，而是只加25个基点的话，根本救不动。真正决定日元未来走势的是3个变量：第一，日本央行后面还会不会继续加息；第二，美联储会不会降息；第三，日美利差到底会不会真的收窄？如果只是象征性的加这么一次，那么日元可能短期反弹，但是未必趋势性的会走强。所以呢，这部分我的核心判断就是25个基点的加息救不了日元，真正能救日元的是日美利差实打实的收窄。利差如果不收窄，日元的那点反弹也就是喘口气儿。这个判断对普通投资者特别重要，所以大家不要一看到日本加息，马上说日元一定会大涨。市场看的从来不是加息这个动作本身，而是它后面的路到底想怎么走。接着咱们说日本股市很多人就问了，日本央行加息，日本的股市是不是要跌了？这个问题呢，没办法一句话回答。
加息当然会给股市压力了，利率上去了，资金的成本变高了，股市的估值会被摁住，尤其是那些高估值的成长股，对利率最敏感。要是加息呢，又把日元给推升了，那不少出口企业也会受影响。因为过去这些年啊，他们吃的就是弱日元的红利，海外收入换回日元，利润很好看。日元这个走强了，他们的优势啊就会被削弱。所以日本加息呢，对一部分出口企业、高估值的股票，还有那些地产和负债压力大的公司，确实就是巨大的压力。但是另外一边呢，我们看到也会有受益的板块，比如说银行，因为利率一上升，银行的净息差就会改善。再比如说呢，保险。长期利率往上走了，对保险公司的投资收益啊和负债匹配都是好事儿。所以呢，日本加息还真不一定就终结了日本股市的牛市，更可能发生的是结构性的分化。你想啊，过去日股很大程度上靠什么涨？就是靠的弱日元，靠企业治理的改善，靠外资的买入，靠出口企业的利润改善。但是要是利率开始往上走了，那么市场的逻辑就变了，从弱日元的逻辑转向真正去看企业的盈利、现金流和公司的治理。所以换句话说呢，日本的股市不是不能再涨，而是不能再靠以前那种便宜的资金和弱日元的逻辑再往上涨了。以后啊，他们都得凭自己的真本事了。所以啊，咱们不能简单的判断日本加息，日本的股市一定跌。那些现金流稳、治理在改善、盈利能力真能兑现的公司，还是会继续被市场好好的定价。接下来咱们讲全球市场最揪心的日本加息会不会影响到美股？这倒不是因为日本经济突然变成全球最重要的参与者了，而是因为日元长期就嵌在全球杠杆的交易当中。过去呢，很多国际资金都是在做套息交易的。借低息的日元换美元，然后去买美股、美债、科技股、高收益资产，甚至黄金和加密资产。那这样交易的核心就是三个条件：日元必须融资便宜，美元资产收益必须足够高，以及日元不会大幅升值。那么这三个条件成立，这样的交易就会做得很舒服。但是日本现在加息了，日元融资成本上去了，那么日元又升值了，这样的交易就危险了。因为借日元的人呢，不光利息成本涨了，还可能会吃汇率上的亏。这个时候他们会干嘛？平仓。平仓是啥意思？就是卖掉手里的海外资产，换回日元去还日元的债。如果这种操作的规模特别大，那么就会一下子冲击到全球的风险资产，这就是日本加息能够波及到美股的可能的原因。所以真正危险的不是日本加这25个基点本身，而是日元如果突然大幅的升值，会不会引发套利交易的踩踏？你想如果大家在同一时间卖美股、买日元、还债，那美股能不承压吗？特别是过去涨得最猛的那些科技股、高估值的资产，对这种流动性的冲击最敏感。所以这部分的结论呢，就是日元加息对美股的风险就在于日元套利交易一旦反转，会不会引发全球风险资产的去杠杆？那对咱们 A 股有什么影响呢？日本央行加息可以说对 A 股的影响要间接得多，它不像美股那样跟全球套利交易和美元资产绑得那么死。但是咱们也不能说它对 A 股会完全没有影响。首先呢，全球的风险偏好是会传导的。万一日本加息真的把美股给带崩了，全球风险资产情绪的一降，A 股短期内我们也很难独善其身。特别是港股、科技股，还有那些外资重仓的板块，都很容易会跟着这种情绪走。第二点，亚洲货币的情绪会变。日元如果反弹了，亚洲货币的压力可能会缓和一点。但是人民币怎么走，更多的还是看中国自己的基本面、政策预期和中美利差以及我们的出口环境。所以呢，日元走强不一定等于人民币同步走强。第三点呢，就是资金可能不会机械的从日本流向 A 股。很多人会想了，日本加息，日本股市波动了，外资会不会卖掉日本的股票去买中国的 A 股呢？这个逻辑简单了，国际资本配置亚洲资产看的从来都不是单一的变量，他们要看的是增长、盈利、汇率以及政策的稳定性，还要看到资本市场的回报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日本加息不等于外资会马上冲进 A 股。对于 A 股来说我们更要紧的还是要看国内的政策、企业盈利的修复、居民资产配置的变化以及人民币的预期。日本加息顶多算是我们的外围扰动，不是我们的核心矛盾。核心矛盾始终在国内。
所以呢，咱们可以这么总结 A 股的部分啊，A 股不会因为日本加息就直接大涨或者大跌，但是日本加息如果引发了全球风险资产的波动，那么 A 股呢也不会完全不受影响。那么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，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这期视频呢，我不能给大家任何买卖的建议，但是我可以给大家一个观察的框架。咱们看日本央行加息啊，千万别只盯着那25个基点，我们要看的是3个指标。第一个呢，就是看美元对日元。如果美元对日元明显的往下走，说明日元开始反弹了。可要是加完了息，日元还是不怎么动弹，甚至接着弱，那么就说明市场觉得呀，你这次加的不够。第二个指标，我们要看日本1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。这个收益率呢，如果快速往上冲，说明日本债市的压力开始冒头了，它会影响日本的银行、保险、养老金，还会影响日本央行往后的政策空间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日本政府的债务本来就很高，过去靠的是长期低利率，财政滚动还债还算轻松。可是如果它的利率要是往上走，财政的付息压力就会变成一个大得多的问题了。第3个指标呢，咱们就得看美股、黄金、加密资产有没有一起波动。如果我们看到日元突然走强，同时呢，美股、黄金、加密资产一块跌，那我们就得警惕了。这很可能啊，不是某一个单一资产出了问题，而是全球的杠杆交易在集体撤退。特别是市场上一旦出现了卖美股、买日元、还日债这套连招，那就是典型的套利交易平仓链条。所以普通投资者呢，真正要看的不是日本央行加不加息，而是日本跟全球低成本资金的水管到底是缓慢的拧紧了，还是突然的抽水了。如果只是缓慢的拧紧，那么市场能够慢慢的消化；如果是突然的抽水，全球风险资产很容易发生剧烈的波动。最后呢，让我们把镜头拉远一点，日本央行加息，表面上看是日本的一条利率新闻，但是我们往深了分析啊，它是全球便宜资金时代的一次退潮。过去这10几年，全球资产的价格很大一部分程度上就是建立在低利率、低通胀，再加上央行兜底之上的。美国曾经很便宜，欧洲曾经很便宜，而日本更是全球最后一个便宜钱的来源。但是现在呢，美国不便宜了，欧洲也不便宜了。如果连日本都开始变得不那么便宜，那么全球的资金成本就真的变了。这就意味着所有的资产都得重新面对一件事儿，就是资金是有成本的。一旦利率回到了一个正常的区间，那么资产就得重新被定价了。看懂世界，放对资产，我是苏涵，我们下期见。